们来看看波音的消息哦。这个过去好几次。波音737、747出了各种状况，什么门飞走啦，让乘客吓坏啦。这一次是梦幻的787比较新啦，结果也发生空中惊魂，突然在空中快速的猛烈的下降，造成了50个人的轻重伤。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是飞机上的画面啊，就因为突然的快速的起降，让很多乘客直接头飞到天花板上去撞击，造成了很多人头破血流。这个画面应该是已经发生了这个状况之后，大家在紧急做相关的处置，但大家都不敢相信，因为这些乘客被抛到空中还撞凹天花板的意外，又是波音呐。那南美航空公布这个消息，强调说飞机没有遭遇乱流，没有外面的这个乱流的因素，那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明的技术问题，详细事故原因有待厘清。是这个司机突然打盹了吗？驾驶突然打盹吗？恐怕是技术上是指系统这个飞航的设备上出了什么问题吗？那引起的现在波音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连美国的运输部部长都跳出来哦，要求波音要跟运安会、美国司法部乖乖合作调查。他说他不站在中立立场。波音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不要忘记上次布林肯连他的专机都出现问题，害他没有办法搭上专机，立刻返回自己的国家，这是怎么回事？因为 FAA 本来已经禁止波音增加 MAX 飞机的产量了哦，还要给90天的时间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哦。这一次等于说是官方强硬口气，针对波音来做。那波音787梦幻客机的吹哨人这一位本来是内部的员工，他是在波音任职了32年哦，他叫巴内特。2017年退休之后，就举报工人在赶工压力之下，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个 SOP 出状况的问题，包括故意安装不合格的零件，机舱1/4的氧气面罩无法正常运作等等的。以这样吹哨人的这样的角色，突然在本月9号在美国离奇死亡。他怎么死的呢？根据 BBC 的报道说，当天在举报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过说，工人没有遵守追踪零件的 SOP， 所以这个飞机在波音里常常会有缺陷的零件遗失。波音当然立刻否认，结果当时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在2017年的检查结果告诉大家说，证实这个举报是真的。他发现在这工厂里面至少有53个不合格的零件位置不明了，直接被登记为遗失。那本来巴内特在9号，就是这个月9号的日子里，本来是约好要跟波音公司的律师见面的，结果迟迟没有出现。后来被找人到哪去了呢？去他的饭店找，就发现他沉尸在饭店停车场的车辆里面。好，疑似轻生，但是是自己造成的还是外力造成的？现在还要调查，但他是关键证人，对于波音出的问题是不是有关键的证据？因此有一些被灭口的可能性呢？哦，但其实像对美国来讲，这个航空科技，不要忘记波音还负责了很多军工方面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影响力，也很重要。当中美在科技较劲，在军事上较劲的时候，波音如果出问题，那简直是对美方来讲是更严重，比外部的敌人更可怕的哦。那商务部长雷蒙多则是率团到菲律宾去，那强调什么呢？将投资菲律宾太阳能啊、电动车啊、数位化啊，大概有10亿美元会加以投资。当然，大家都知道，因为最近是不是为了要强调菲律宾跟中方可能现在的情况必须要跟菲律宾密切合作，所以要防堵更多中国有晶片技术这一块呢，雷蒙多说还会要进一步做限制啊。那当然，对于反击如何怎么反击呢？中国只是成立了第3期的大基金，大概有278亿美元来加速尖端技术的发展哦，这个基金就要对抗美国更多的管制，所以呢，互相美中，尤其是美国对于中方的围堵越演越烈，从各方面都是如此。那甚至华为推进的3奈米制程呢，被说呢，3奈米本来是一个门槛，但是中芯国际最近组建的这个3奈米，代表它跨过了设计阶段吗？预估今年底就要完成了吗？这是70、90、10的晶片，现在外界瞩目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自产的能力到这里，那美方当然就会更担心啦，因为包括 Mate 80啊，现在是用自研发的超音波指纹专利来公布。那如果专利绕不过去，就自己发明一个嘛
所有的专利在美国方面加以围堵，甚至有些研发人员都被这个赶走啊，不可以取得先进技术，就自己生产，等于是逼着他快速成长了吗？包括农产这个方面来做反击啊。过去中国大陆长期会进口大量的农产品从美国，那现在显然连日都已经取消了美国小麦进口订单了。美国农业部表示，私人出口商停止购买26.4万吨的美国软红豆麦到中国去，那取消总量大概是到50.4万吨，成为美国农业部数据从1999年以来最多的一次。而同时呢，俄罗斯则是恢复了15年后已经15年没有发生的事情，恢复了对中国大陆的猪肉出口，所以本来美国的很多出口量也是到中国大陆去的，现在这个肉品的部分，要由俄罗斯所取代了吗？美中的对抗在经济面，那美方是损人不利己，还是双方都有一些损伤在其中呢？赖教授，波音的问题已经连续亏损5、6年了哈，然后到目前为止，它的情况没办法获得改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它的飞机出现故障的问题，尤其当初最有名的就是波音737 MAX， 它本身的几次的一个重大的故障，它的停飞，很多国家就对于它订单就取消了。波音到今年啊，我们所看到的应该是去年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订单的这个交机率啊，已经有100-200架是没办法交机了。那有很多人在取消订单，这个对波音来讲都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它如果这样子一直连续的亏损，一直靠政府的补贴，它撑不下去的。因为这么庞大的一个飞机公司，一直要靠政府来去支撑它的活力啊，它没办法活。可是问题就在于，它到现在为止，它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在生产制造部门中。这个就印证了这位离奇死亡的这位波音的前这个品管师，因为他是负责质量最后控管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资深的工程师、资深的经理，位阶是中阶的经理。那他负责的是大项目，也就是波音787就是我们讲的换那个梦想的飞机。那你能够到一个最先进的波音787的这个飞机负责最后的品管质量，那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非常资深，而且公正能力很强的这个人来担任经理。他在担任经理的时候，他就发现波音很多的问题，例如说他觉得成本成本考量，然后他觉得盈利事业考量，不考虑工程，不考虑制作的工人的心声。然后一直压迫的情形下，一直要降低成本，然后看到工人之间在反弹的过程中，故意把螺丝帽用不同的方式来去扭锁。那你们也知道，飞机这种高精密的东西，你不用不同的螺丝帽，它产生的效果不一样，是不可以妥协的。短时间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它一段时间飞行以后，它的机械的疲乏或是各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开始跳的跳，所以门掉的掉，飞机窗户掉的掉，然后轮胎掉的掉，这种现象就一直层出不穷了。好，到今天为止，这个问题还没办法解决。可是这一位退休的这位波音的前员工，他是因为他跟 BBC 去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的爆料是属实的。而波音批评他，说他是造谣，所以他回过头来告波音。那回过头来告波音，他为了他的名誉，为了他的人格，在抗争的过程中，他爆料更多了。那这是第2次要谈的时候，竟然会在离奇死亡。就第2次已经到了酒店要谈，结果没有来，到处在找他，发现他在地下停车场那边死亡，这个太奇怪了。所以很多谣言或者很多揣测都出现了，说不应没有自杀的没有制裁的动机，那怎么会发生这种轻生的这些这种现象呢？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那雷蒙多其实态度很简单，就是不让中国赢了。其实他态度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就是我从眼睛睁开到睡觉，我就是不让中国赢。那也就是不让你中国大陆成功的发展半导体。可是还有 AI， 它现在目前加了一个 AI， 可是我个人认为，已经制造成为成品的东西，迟早只要有能力、有决心的、有资金、有时间的，一定可以克服。没有说只有你能造得出来，别人就造不出来。
伟文，我没有忘记之前美国参议员到台湾来的时候，还跟蔡总统公开讲，哎呀，买波音啊，我们也的确就是787，哦，台湾航空公司，对啊，上次我还问他们航空公司的这个高层的主管说，哎，我们不会，你都买波音吧？他说没，我们买的是787，就是787，他787时候买16架，然后呢8架呢可以让你再去选，结果还是选了8架还是787嘛，所以24架把787会到达这么多，好，所以这个就坦白讲，对波音来讲哈，我们没有幸灾乐祸啦，但是全世界来讲，就是波音跟空中巴士在抢嘛，这种所谓的大型科技的生意嘛。那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跟美国搞得不是很愉快，所以它的采购就以空中巴士好为主嘛，好，加上自己自主研发。对，那因为当时这个737这个出了不少问题嘛，所以你美国自己摸摸鼻子没话讲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好不容易，737后来也复飞嘛，哈，可是人家787又出这个问题，而且你严格其实你去查一下，不要讲，你只要看 Google。787的事故的记录，在全世界，那是一串了，好可怕，一连串。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比较大的，是一串了，大大小小的问题，一连串了。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你美国要再去说服其他的国家，要强迫人家一定要买你的787，大概台湾会听你的，其他的国家就未必了，因为这个是人命关天。你要出了事的话，航空公司赔不完的呢，搞不好一个航空公司就要关门呢。好，所以这个是比较需要去注意的。导致我倒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小麦的问题了哈。中国大陆连日取消美国小麦进口订单，这对拜登会形成压力的，因为要竞选。你知道美国的这个选举的制度是 winner takes all， 就我这一周我拿的票只比我的投下去的每一张选票，譬如说100万票对100万加1票，好，100万01票。那就100万01票，那个人就把所有的这一周的选举人团的票全拿，不管10张还是20张，全部拿走了。所以最后选举的时候是算那个选举人团票，不是普选的票。说美国选举制度不太公平了，不太民主了。我们要知道，所以对他来讲，农业州的这些人口的确占美国人口的总数不是那样子的多，但是呢，这些人会记得，因为你拜登在你手上，我丢掉了订单。那这些人比较多，像在农业州、中西部这些的、南部这些，哪怕一个州里面有个几万人，就可能改变这个州的整个选举人团票的最后的开票的结果。所以你说拜登急不急？紧张不紧张？当然紧张嘛。那中共为什么这时候出手呢？就打蛇打七寸嘛。你一直在逼我，这个精密的半导体的设备不能卖给我，成品不能卖给我，技术也不能卖给我，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对不对？那很简单啊，那你最怕就是选举嘛，4年一次，任何的总统候选人，还有那两党最怕就这个时候，最脆弱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当然就出招啊，那我就取消订单啊，逼你来跟我谈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了。当然，就中国大陆未来来讲，它很多的生产它可能就只有移转了，因为它去2022年中国大陆是美国产品的进口量最多就来自中国大陆。2022年，2023年墨西哥已经改变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厂是搬到墨西哥去生产，就近生产完了以后就销到美国去，换个方式就逃避了这样一个被惩罚。但东南亚到泰国投资这个电动车啦，所以到越南了，这些也都有了。所以中国大陆大概也要改变去求活，不管怎么样，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打压是不会停止的。所以这是一场恶战，只是台湾在这样一个战争里面，两只大象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怎么自处啊？可能我们自己要了解。美中现在什么都要 PK 啊，就连去帮别的国家做基础建设，美国的弱项，他都要编预算去 PK。丁老师怎么看？最近这个 case 就是在安哥拉当年这个安哥拉一路通到这个刚果或上比亚的一条铁路，葡萄牙人做的就年久失修。那本世纪初大陆帮他做好了，做好以后呢，他管理不当管理不当就是管理公司要换人。可是呢，他们后来发现说，大陆好像很多东西都没有跟他们交代清楚，所以他们什么这些电脑的东西，很多这种 parts 零件什么都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就是管理很糟糕。那后来他要重新发标。
给新的公司，结果这个新的公司是一家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哎，美国就说我现在有这个钱，你可以还用这个钱来，那夺回来了哦，大陆的公司安哥拉就没有用，所以美国好不容易说。终于在非洲有一个突破，就是说，居然一个跟大陆关系不错的安哥拉最后选择不用大陆的公司继续来营运这么重要的一条铁路。为什么重要？因为从这个尚比亚的铜加上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大堆稀有金属包括这个我们常常在手机上面里头用的这些钛啊矿啊这些都在里头。那所以今天美国。大概终于找到一条路，就是说今天可能我真的工人没办法跟大陆竞争了，但是呢，有别的地方如果还有工人，我提供资金嘛，你可以来申请让你们来做，因为确实大陆在非洲过去搞基建的时候，很麻烦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标一个工程，大概就是说会比法国或美国的要便宜40%因为美国的工程师跟法国工程师可能要住在5星级旅馆，大陆工程师就住在公寮，那就这么省钱，然后一起来干，所以快然后又能够准时交，然后品质还可以，所以这是大陆的优势。那不过我现在看到的一个就是说，今天美国在这个地方好像感觉上有一些翻转的机会，那是对美国来讲很重要，因为大陆盖了这么多，包括他们在非洲很多的港口都有这个叫做什么新的码头、新的这个货柜码头等等，大陆大概已经掌握非洲这些码头所有的当地的水文也好，当地这个码头的建设里头的所有的资讯，所以他如果今天要在非洲再搞一个海港什么东西军港，很容易轻而易举。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怕这个，就是你大陆的基础建设把当地的已经摸透了，那我将来怎么竞争？其实美中对抗不只是表面上看得到明着来的这些措施、政策在做之外，谍影床这种阴谋论，哇，也真的是不停的，尤其在网络上发酵的，真的非常的惊人例如贵州数据中心有一位创始人，这个是发生在3月9号的新闻所爆出来的，官方微信号发布布告说，这位创始人刘东明因为意外在3月5号离世了。什么意外呢？央视报道他很重要他是推动整个中国数据安全标准产业化，就是 Big Data， 然后把整个中国的数据做一致化、规模化，很重要的一个要角。结果呢，居然北京这个数据安全提升到国安层次的他意外身亡，为什么呢？甚至网民还触查，是不是美国间谍干的？就是谍影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说2022年6月到现在，已经有5位中国的顶尖科技人才接连过世。当然，各种不同的原因，大家都想很多啦。例如像这位中国 AI 独角兽，是旷视科技的首席科学家刘健，也是因病辞世。2023年有这位 AI 军事专家冯阳鹤，还有2023年12月这位脸部的识别技术开拓者汤小欧因病过世，甚至2023年12月去年底才刚发生的高分子材料的领域专家不幸逝世。那在网络上讨论的很热烈还有大家怀疑的阴谋论是不是被暗杀啦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在当中。这当然也是跟公开的在美国对于中国的各种围堵措施有关系，而其中这个民生话题让我们蛮意外，就是说居然可以发酵成这样中国大陆有一种水的品牌叫农夫山泉，是非常普遍、很平民的一个品牌，居然最近一直遭到舆论的抵制。现在看看这抵制的情况有多严重，这个短视频纷纷出现看看这段画面。水我只喝娃哈哈。你家吃饭就喝农夫山泉呀？白养狼的水这也能喝？农夫山泉有点甜。我去！佩佩，那个楼子外头下他要不要都装走？为么啥这个卖得蛮好的，没有撤他噻？都撤了，以后卖娃哈哈。你看民众怎么抵制这些网红微博这些短视频，就一直对于这个品牌上面的抵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各种追杀可能跟娃哈哈之前的创办人从这公司里面出来有各种竞争关系有关。那甚至引发连红色瓶盖是日本国旗农夫山泉的这一个牌这个品项上面有一些字样，像是日本的神社的神鸟居的这画面，
都不行就被说是在跟日本方面勿忘国耻来唱衰等等的，就被抵制了。那到目前为止，农夫山泉的官方抖音已经停播10天了。那甚至微博的公众号还在爆料说，农夫山泉连捐款都有点奇怪捐给谁？美国哈佛大学捐款1亿，给日本捐款5000万，甘肃地震的时候给甘肃省捐2.4万瓶水，被说不太公平，但这是大陆的网红所指出的啦。农夫山泉目前都没有回应这些讯息，但其实在网络上已经发酵得很严重。因为1996年农夫山泉成立之后，当时中国国内已经有不少的纯净水品牌，当时这位叫钟闪闪的董事长创办人他是用卖保健品这样的思路在卖瓶装水，怎么宣传呢？他是说，你看看广告用矿泉水养水仙花，花不开，就用他的纯净水打脸娃哈哈的纯净水这种就不是它的矿泉水能开花啦，那纯净水是它本来的东家娃哈哈啦这种纯净水就不开花啦所以就说哇，我的水可以让水仙开花，就突然一炮而红就占据了2012年以后几乎是瓶装水市场的第1名，还登上了中国首富。除了有这个农夫山泉60%的毛利率以外，很会做生意还有一家万泰生物。尖端的这种疫苗科技，例如在疫情期间，它还可以有紧急授权，得到了很多新冠检测产品的这个开发授权。那还有美国生物安全法很多的部分也针对它表示它在这上面也有其他的开发能力，是不是说风头太盛，被 CIA 盯上目标？所以这一波舆论操作跟美国有没有关系大家传闻很多了那例如美国忌惮比亚迪，所以王传福老板就被传出来说在美国有私生子吗？有一个人讲话很有意思CNBC 去采访谁？川普说中国现在是我们的老板他们是美国的老板，就好像我们是中国的子公司一样，所以要寻求对中国卖到美国的汽车加重关税，试图要让大陆的厂房转向在美国本土生产制造才是美国制造嘛，这种保护主义那因此说，巴伦周刊里面报道说，保护主义是没有办法拯救美国的汽车工业的啦。那无论如何，你怎么加关税，比亚迪在墨西哥建厂消息传出来之后，先往欧洲输嘛，那是不是也往美国准备要进去了就引起了很多的担忧。那担心比亚迪就爆料王传福在美国有私生子，不知道大家想象的空间都很大啦。赖教授怎么看？在美中对抗里头，在网友这一块已经什么都有了，五花八门。新媒体网络世界本来就是五花八门那每一个人想要在这个新媒体中博得眼球那卯足全力什么都干。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那损人利己更不要再做，因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太不恰当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科学家、高尖端的人士死亡的事情，我们有看到他们就在前几天我们就看到贵州的这一位博士他就突然间被公告说他已经不幸死亡了。那这个当然就引起大家高度关注。其实最引起关注的是这位AI 的军事专家，他到北京去开会，那一天开得很晚，出来以后竟然被撞死，就叫了一辆车，然后撞死了。他的死亡就引起了大家非常高度的敏感。为什么？因为他太重要了，他那么的重要，然后那么的高尖端的一个人，而且军阶不低，然后没有配给他军车把他接送。然后让他开完会以后自己出来叫车，然后车子死亡。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在提出一个论点，就是说对于这些最顶级的这些科学家，国家是不是应该要保护？那我们想看到接二连三的有一些顶尖的科学家的死亡，这当然就引起大家的揣测，说有没有可能美国 CIA 在里面工作那么造成的这个结果不能完全排除，因为也不能证实。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不过我觉得这一些是要好好的调查因为所有的这些高尖端的人的死亡，我觉得都要经过缜密的调查。因为即使看起来好像是因病死亡，也要去了解他的整个生活期间里面有没有被下毒。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国家他们是下毒高手，例如说这古巴的前总统卡斯楚，他就被美国暗杀了700多次没成功
甚至连雪茄都给他下毒，连他的那个潜水衣都给他下毒。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导师真的要好好的去追每一条线索，因为这些科学家脑袋太重要了。有时候我们常讲说，一个顶级的科学家抵得我赖岳谦这种小辈多少人啊？因为他们的成就太大了啊。那我觉得目前来讲，农夫山泉碰到这一些炒作，碰到这些攻击，他要好好的应对，他也要去检讨看一下他在过去的捐钱中，他的对于社会的回馈，还有他对于中国大陆的大学学术界的回馈。那他本身有没有先照顾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再去关注别的国家啊？我觉得如果他能够拿出更多的证据说，对不起，我给我们的清华大学、跟北京大学、跟复旦大学，我的捐献远远超过对哈佛大学的话，我想一个证据就可以打平所有的谣言。不过要网络上被抵制，这原因也太容易了吧？就好像很容易就炒作起来，一个企业就被抵制了，这实在是也蛮神奇的现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中国大陆这一起对农夫山泉水的这种抵制行动，是由网民开始发起，然后到现在有点风起云涌，造成很多店家甚至把它都下架的状况啊。对这个故事啊，在表面上不是什么娃哈哈跟那个什么农夫山泉之间的竞争的问题而已，也不是表象上说他捐钱给哈佛捐了1亿，给自己人只捐了2万多瓶的水啊。不是那么肤浅的问题，这就有很深层的，就是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民族主义啊，在中国大陆本来以他们那种政治体制，就民族主义会很强硬，会很强盛哈。那现在呢，但是要去看的，就全世界都在吹这种主义，都吹这种民族主义。你看，在欧洲现在都右派都选赢了，对，都当选。在他们国内的大学里面都当选，像法国的这个右派也势力也非常的强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在竞争资源或竞争什么的时候，你到最后要诉诸于百姓的支持啊，就常常会诉诸于民族主义所以你像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在斗争，这样斗争的结果美国的白人为主的民主主义会越来越昂扬，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要跟美国斗争斗到底的那个民族主义也会越来越强盛。那在这里面，这些像什么农夫山泉都在这样的风潮里面都被吹倒。那刚我查一下资料，农夫山泉这个老板，这个钟闪闪钟闪闪，他已经辞掉2家子公司的这种法定代表人他已经辞掉了。到最后会不会把他这个母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也辞掉？这我们就不知道。不过这个就是说大家都要非常非常谨慎小心。你说台湾有没有？台湾现在还不能讲说是民族主义的但你看这有些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支持突然被出征了，干嘛的？对，然后呢，在内部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在地什么协作者协力者这些能够看出这个就是某些人要夹着所谓的民粹的那种力量，或是执政的力量就要开始要创造一股势力。然后让大家都不要讲话，排除异己，只有他自己可以往上走。这个其实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有一点看世界大战的前奏，你看，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奏就是民主主义搞过头嘛。其实2次世界大战，你去仔细的想，这里面有很多也是民主主义的影子。你说德国，你说日本这些侵略的国家、侵略主义者，后面其实就是民主主义。所以民主主义有时候是很好协助了弱国去对抗强国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工具。但有时候呢，它也变成一个对内打压异己，然后对外呢欺负其他弱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可怕的工具。但重点是企业当然风险也很高，走钢索，但一般民众真的不要那么容易就被带风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现在正在大选期间川普跟拜登的决战。那当然，川普现在看起来更是对于保护主义
更加大力道来做主张？哦，其实刚才这个委员已经提到，这个美国的民族主义啊，过去非常严重。那其实，在历史里头，包括在19世纪，在1840年代就有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是排爱尔兰人，你想想看，因为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啊，跟北德的、跟英国的不一样，所以那时候的工作机会说，对不起啊，你如果是爱尔兰人，不需要来申请工作了。就这么严哦，就好像我们台湾现在有些店有时候哪些人不要来啊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常常有。然后美国不断的就是在找一个新的，我们说代罪羔羊啊。后来19世纪末期又来了，他说南欧这些意大利什么黑手党讲了一堆，也是因为新来的人又把美国本地的人这个工作的机会会挤掉一些，就不断。然后变成是拉丁人，然后亚裔，你看，他本来是个移民社会啊，对，他就是移民社会，但是每一个在久了以后，他就会对新的移民要排除。那我觉得美国现在问题面临到类似这样那问题是很多本来不是原来被白人所接受的，譬如说南欧的，他们现在也觉得他们自己是白人了所以有些白的 Hispanic 那个拉丁裔，但是是白一点。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修。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体的来宾，第一位是政治国际的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湾现在到底是安全还是危险？那么很多的讨论 ，CNN 的主播说我们本来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现在更危险了。而怎么样才会造成我们的危险呢？新科立委沈伯洋在咨询的时候问：“哎呀，我们要认知作战，这才是最危险的，而且要辨认在地协力者。”他甚至质询邱国正部长说。如何界定在地协力者？有一些在地协力者会说是言论自由啊，但是有些是放大了中国言论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立委耶所以邱国正回答，定标准很难啦在军中要一条一条列出来，军方可以列，但是针对民间要怎么列？那显然就是在丢球做球，说我们国内有很多自己人在做在地协力者，肉眼可辨，谁来界定？谁算在地协力者？这个标题说蔡英文是在地协力者吗？问号啦因为有个独家报道说，蔡政府花了2400亿打造了一个特别预算，做的是什么呢？为了预防中共解放军犯台的战力，所以呢，自己生产的剑2、天弓、雄风这些飞弹，那么使用的固态燃料过氯酸铵，居然是中国大陆的军工产业生产的那这样是不是认知作战？是不是有危险啊？在地协力者有问题吗？还有大陆的渔船是不是比台海巡舰更抗风浪？那哪一种叫在地协力者？因为我们前几天看到了渔民拍的画面呢，距离台湾的6海里这么近的地方，就有大陆的渔船在当地，甚至把渔民的渔获捞网都带走了。结果呢，海巡署证实的确有，不过因为当时海浪到8级这么高，根据这个一般的作业标准，一旦超过了7级、8级，最高阵风10级的话，就超过了我们巡防艇的耐浪级数。这个是由海巡署副署长张忠龙亲口说的所以人家渔船可以耐这个风浪，我们的巡航舰却没有办法耐这个风浪。哎呀，风浪太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现场做任何的处置或者是制衡了。哇，比渔民还不如吗？那当然，日美是不是有出手联合起来牵制中国大陆这样子的氛围呢？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这个伯克级飞弹驱逐舰斐拉塔号被发现首度在冲绳县石垣岛11号的时候靠港了。那么很多日本媒体他就报道的角度是说，美方是着眼在台湾情势相对有一些风险存在，刻意在距离台湾比较近的仙岛群岛这个位置宣传日美同盟坚不可摧，牵制中国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媒体甚至报道说，中美因为台湾而对立，日本石垣岛更紧张了自卫队会增派舰艇在周边做一些准备。那么就在台湾东边这个日本防卫省通过的通报了，我们台湾自己还没有通报呢这次也没有国家警报中国运9连2天是绕飞特定区域，目前呢还没有通报说解放军2舰北返的讯息，不排除连2天包括运9巡逻机海空联演是有联合在
演练的可能性了哦。所以选在日本新部署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这个区块来进行巡航呢，是不是也跟这相关的侦查、搜集电子讯号有关系？因为有反舰飞弹嘛，宫古、石原这些地方，那当然也跟是不是美日之间的相关的情报或动作。也有一些反制，互相在制衡的这个讯号在里头。当然这个叫无限上纲嘛，在太空上的大战也有认知，所谓在地协力吗？在太空的协力吗？中国有一个遥感41号卫星位在观测台湾、南海这些热点的太空位置上面啊。根据报道是说，只要透过这个卫星啊，中国就可以拥有定位、识别整个印太地区任何车辆大小、物体啊、情侦搜的能力，所以让西方专家很担心。这个遥感41号会不会实际上就是一颗军事侦察卫星呢？这位美军的海陆分析师、情报战报的分析师认为不管和平战争时期都不可以忽视中国随时可以发现还有定位美军大部分的前线部队部署在哪里的这样的能力。所以拜登做什么呢？选举期间总之是要抗中嘛。那抗中抗到哪里去？现在预算上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美国副国务卿维马他所表达的是说，编了40亿美元用来，其中包括20亿是用来干嘛呢？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基础建设基金。基建就是中国大陆跟很多的国家交朋友的方式在当地帮忙做一些基础建设，品质好，预算也比较低。那美国因为缺乏这一块，好像少了很多这个相关的串联，所以现在他们自己也必须赶快替代方案了吗？拿了40亿出来，其中20亿就是要做基建，在竞争中说要击败中国，有没有那么容易？当然，我们开始也提到了，讨论的上一节讨论的是 CNN 节目主持人扎卡利亚他所表达的。他过去当我们在《经济学人》封面上说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他说其实现在更危险，比最危险还要更危险。但他劝大家三方如果真的有战争的话，就是三方皆输，所以应该要确保不会有任何的误解和误判，应该保持继续对话玉芳委员，我们先谈谈在立法院这场质询，在讨论什么叫做在地协力者，谁来辨识，谁来界定，会不会觉得有点荒谬呢？我现在还是不晓得民进党为什么找沈伯洋当所谓的不分区的立委，而且还排名第1名，我看不出来。不过我看他讲这种东西我说老实话，这个就是破坏团结了。说这些话都是破坏团结，就把它搞得台湾内部好像风声鹤唳，好像一大堆中共的这个同情者，或是中共的支持者一样。飞碟就在你身边对呀。搞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吗？你如果相信自由跟民主的力量，就会知道说台湾人民会非常珍惜台湾目前所创造的一切的成就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其他的方面，而不是你去散播一些好像有信息战，所以呢敌人天天发动信息这样一个侵略，信息上的侵略，然后在台湾内部呢就会有很多的所谓的什么在地的协力者，我们自己的立委也是如何。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没有什么意思。邱国正讲的是对的，你要定这个标准怎么定呢？是不是？尤其你针对民间，你要怎么去定呢？目前我们的法律足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有相关的国安法，还有反渗透法。你如果去危害中华民国的生存、中华民国的安全的话，自然有法律可以对付你。我觉得这些立法委员们，你们要做的是好好监督执政的政府，把宝贵的资源用在人民身上，用来创造个更和谐、更这个安和乐利的这样一个社会，不是在那边鼓动，搞得风声鹤唳，大家互相不相信。就像他提这个黑熊学院，我不晓得你黑熊学院要搞什么。我的了解就像这个沈伯洋提的黑熊学院，比较像美国一些民团militias 这种民团。你要说在1990对美国带来很多的灾祸，一直到川普落选以后去包围这个国会的，这里面一大堆的人，几千名都是所谓的民团的人。这些人呢，有很多最主要是极端的右翼者、种族主义者，就法西斯的这种支持者这些。所以这些人呢都拥枪自重他们又以为他们受了一些的这种武装的这样一个训练，所以你知道在1993年吧，在那个 Texas 那个 Waco 那个地方，联邦调查局去
突击一个民团的所在地，就引起了对峙，然后就突然间爆发了大火，80个人烧死在里头。你现在如果搞一个民团，就是蔡英文，如果你去支持这种什么黑熊学院的这种概念的话，我跟你讲，你就是让他给他们合法化，那你就会看出这个黑熊学院以后会专门支持特定政党的候选人，他有特定的意识的形态，哦，在变成法律之外，还有一个有某一政党所支持的这样一个特定的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这样一个团体存在。你认为这对台湾是个安全的吗？是一件好事吗？这个搞出来的可怕性、破坏性，我跟你讲，在美国就是看得很清楚了。所以美国有一个参议员跟另外一个众议员，在今年1月的时候合并提出了一个法律，要限制所谓的民团这些民兵们哦，限制他们不得随便去巡逻，不得随便进行所谓的训练。你知道吗？美国都已经深受其害了，我们现在竟然去食人家的牙慧，想在台湾也在搞个像民团这样一个组织，这是非常可笑了。我要再讲一次，我还是不了解民进党为什么让沈伯洋这一位人物当你的不分区的地位。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真的在台湾建立一个民团吗？你们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是怎么样？民兵吗？对呀、问题是它的建立的基础是在于一个意识形态，一个认知。对谁可以认定在地协力者？你长得很像你看起来很像，你穿衣服很像，这样谁认定？那它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这才是最可以无限上纲、模糊界限的地方。赖清德是主张台湾独立的，台独的啊，他是台独的金孙，他也是台独的务实的工作者。那沈伯洋就是他非常赏识的，要搞认知作战的，所以只能认同于台独。你只要是反对台独的，都是大陆的协力工作者，其实就这么简单。那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要沈伯洋到立法院，那么其实主要的目的，我的判断了哈，我的猜测，我觉得他的目的就是要沈伯洋在里面去裂解台湾的社会内部，然后创造绿色恐怖，然后接着呢就开始给人家戴帽子了，然后开始要剥夺你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要再搞一个这个绿色的恐怖主义运动在台湾，然后造成这种肃杀对立，社会之间的对立，然后挑拨这个省级之间的矛盾，然后再扩大什么呢？扩大成为外配，尤其是陆配。例如说，我们看到民进党上下一堆人对陆配在台湾的权益，他们本身就是有意的要抹杀，要去遏制他们。例如说，包括健保各方面，然后歧视的行为，这种族群的歧视，然后这种生育地就是出生地的歧视，这种非常恶质的行为，在绿色恐怖中主义要开始推动。我觉得沈伯洋排名第一，是不是就是赖清德要这个人在立法院里面开始要推动这个？我高度怀疑，而且我们也很担忧。我们很担忧赖清德这4年内在台湾搞绿色恐怖，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的。所有全台湾的民众都要保持警惕，因为要警惕这些人。当他在立法院里的时候，他那张嘴再出来的时候，开始分你我，台独跟非台独，只要不支持台独的，都是大陆的同路人，都是协力工作者。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这些人太可怕了。坦白说，这些人的人数不多，3成不到，但是他们会用的他们的行政上的优势，用的他们对于警察、特种就是特务国安人员，或者是这些调查局的人员，还有法律司法界的掌控，他们要去迫害我们这些广大的一般的民众。这一点6成的民众要保持戒惕，要保持警戒，要对他们要一直盯着眼看。美国的军舰到这个石垣岛，确实是给地方带来不方便，而且也给地方带来危险。这个地方本来不会遭遇任何战端的。但是，当你的美国的军舰进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的话，你的军舰停靠的地方就是可攻击的地方，所以当地的居民反对，我觉得这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本来也应该要反对。为什么呢？你没有经过当地的民众的同意，它也不是军港，你的军舰就停靠在我的民港里面，这个影响到我的生计，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我觉得石垣岛的这些日本的民众，他们站起来反对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只要他们反对美国，这些石垣岛人也是大陆的协力工作者。
哦，这一点如果按照沈伯洋的逻辑来看的话，那也是大陆的协力工作者。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关于卫星的问题，事实上是早就可以看得见，而且可以定位，而且还可以接班。我想这是一种日新月异的发展。好，所以当先生主播说台湾危险哦，到底是谁造成台湾的危险？是在地协力者呢，还是渔船一个个案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兵凶战危的可能性？到底是谁造成的呢？严老师，哦，你们这个上面有提到说，哎，蔡英文算不算在地协力者？那罗志正算不算？啊，或者是说我们在讲说赵天麟算不算？啊？那在地协力者的这个定义，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定。我认为很多民进党都是，当你执政的官员执政不力，包括唐凤打这个诈骗打得不利，台湾很多人希望看到我们的诈骗人是被大陆抓走哦，然后呢就是有比较严厉的惩罚。那你这样子这么轻松的包括我们的法务部这么容易放人，你们是不是也是在地协力者？因为你创造出一种氛围啊，包括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还会告诉这些这个打诈的人，说你们要当心点哦，对岸就是抓到的话，你们会是很严重的这个刑罚。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所以今天在地协力者的定义真的是很难。那好，我们不要讲在地了，那美国或者说其他的说承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算不算是在外地协力者？拜登也是外地协力者哦，因为拜登说他反对台独嘛，不支持台独，那不支持台独算不算外面的在协力者？所以我觉得玩这个游戏没有意义，但是这个民进党还在这边分化人民，这个很糟糕。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个是最好玩的，是因为我们台湾3年多前很支持川普结果我是按照美国选举完了1个月以后，我说拜登已经赢了，大部分人没办法接受，台湾人比美国人还爱川普那时候就说这个严老师是在舔共可能也是一个在地协力者，因为我不支持川普，我是看了选举的结果，他们说老师你没有看到好多地方还有票，川普还有票还没出来，讲了一堆，那这个东西就不理性。我觉得当你讲到这一些的时候，怎么判定真的很难。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包括我们的外配陆配拿这个公民，美国人今天有没有说伊朗的老婆，你老婆是来自于伊朗，所以时间要久一点？没有美国所有的人，你来自加拿大也是3年，太太你来自这个伊朗也是3年，你来自北韩也是3年，对不起，只要是美国公民的太太，配偶或者说先生，都是3年可以取得公民就是你从绿卡变公民3年就可以，其他的不是公民的要5年。但是这个就是很一致美国没有说挑你是哪一个哪个地方来的，即使敌对的国家，它也是一样的时间嘛。重点是一致的标准。对，一致标准。